明明是别人撒谎，为什么受累的还是我们？我们会发了疯似的去寻找理由和借口，我们会自我麻痹，说他们是有苦衷的、有原因的，是不得已之下才去说谎的。为什么自我欺骗会让我们觉得好受一些？我们去保护的到底是关系本身，还是我们对关系的幻想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为你读书。有一件事儿我想了很久了，可能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那种你其实知道，但又装作不知道的时刻。比如你的闺蜜说她刚好路过你家楼下，但你明明在她的朋友圈看了她发的定位，可能到这里还得需要半小时车程呢。或者说是同事说，哎呀，忙忘了回你消息，但你看到他在群里聊得挺欢的，等等等等。这两天我读到了亲密谎言的第5章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一个有点扎心的事实，就是原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看不出别人在说谎，而是我们在配合他们演戏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？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配合呢？今天就想聊聊这个稍微有点复杂的话题，就是关于我们如何一边识破谎言，一边又替谎言找理由的呢？这里是为你读书，我们总是试图去理解那些让人困惑的关系动态。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会让你重新审视身边的一些关系。还是先简单的说说《亲密关系》这本书吧。这一章，也就是这本书的第5章，讲的是一个挺反直觉的现象。就是当关系中出现谎言的时候，被骗的人往往会用自我欺骗来应对。那什么是自我欺骗呢？作者在这里他提出了2个核心概念，一个是去否认，一个是合理化。但我觉得这些学术词汇比如说否认啊、合理化，它有点冷淡，也会让你产生一些距离感。那我就用我的话来说一下，就是装看不见和找借口。那装看不见呢，就是明明察觉到了异样，却告诉自己可能是我想多了，这是装看不见。另外一个找借口，就是已经确认对方确实撒了谎，但开始给他编各种理由，他肯定是有苦衷的，他不是故意的，等等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折磨自己呢？明明是别人撒谎的，为什么受累的还是我们？可能是因为承认这个人对我撒谎，也就意味着承认我对这段关系的理解可能是错的，而这个比谎言本身更可怕。书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这句话大概是否认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方法，为的是逃避可能非常可怕的真相。真相可怕吗？我觉得其实真相本身不一定可怕，可怕的是真相打破了我们对这段关系的想象。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朋友的经历。他和他的合伙人一起创业，发现了他的合伙人呢私下联系了他的客户，还贬低他的能力，证据很明显呀，因为客户直接告诉他了。但是这个朋友他的第一反应是，可能我的客户理解错了，我的合作伙伴不会这么做的。你知道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其实这个朋友他其实心里非常清楚，但如果承认了他的合伙人背叛了他，那他就要面对一堆的麻烦重新分配工作，处理客户关系，可能还要去打官司，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还要承认自己看人不准。所以呢，他装作看不见，暂时来说
确实能让他轻松一些。但这种轻松，怎么说呢？就像是鸵鸟把头埋到了沙子里，以为危险就不存在了。问题是，鸵鸟的身体它还藏在外边呢。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儿，可能就是明明感觉到朋友对我的态度变了，但告诉自己，他可能最近压力大。明明发现同事在会议上歪曲了你的观点，但心里就会想，算了，小事一桩。这种算了的背后，其实是我们在保护自己对关系的期待。我们期待朋友是真诚的，期待同事是公平的。如果我承认了他们撒了谎，就等于承认了这些期待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。但这里呢还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去保护的到底是关系本身，还是我们对关系的幻想呢？当装看不见不管用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了第二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的自我欺骗，去找借口。书里是这样说的，当否认不再行得通的时候，我们会发了疯似的去寻找理由和借口，我们会自我麻痹，说他们是有苦衷的，有原因的，是不得已之下才去说谎的。发了疯似的，这个用词其实挺狠的，也挺准确的，因为找借口的过程确实是有点像强迫症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在脑子里不断的去编故事，给对方的行为找各种合理的解释。比如说书里有一个例子是前几天听一个朋友说，她男朋友又一次临时有事取消了约会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3次取消了。这个女孩就说，她工作真的很忙，而且她每次都很愧疚的样子。我没有直接的反驳她，但心里在想，忙是一回事，但连续的取消约会又不重新提出安排的话，那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要么他真的忙得没时间恋爱，要么在他的优先级里，这段关系并不靠前。但这个朋友显然不想听这样的分析，他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继续这段关系的理由。我理解这种心情，承认他可能这个男朋友他可能不够在乎这段关系，意味着他要面对分手的可能性。而分手呢又涉及了太多的变化，重新开始，重新适应单身生活，重新去定义自己。所以这个朋友他会找借口，某种程度上呢，他是在延缓一个可能痛苦的决定。要想想其实这里它是存在一个悖论的。我们越是为对方的谎言找借口，对方就越觉得撒谎的成本很低，因为你总是会理解呀，总是会去原谅。就像养成一个坏习惯一样，你第一次撒谎，找借口；第二次撒谎呢，你还是找借口。慢慢的，撒谎就变成了对方应对问题的默认选项。而你呢，你变成了谎言的共犯，却以为自己在保护这段关系。这个认知，说实话有点残酷，但也许我们需要面对这种残酷。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其实脑子里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自我欺骗会让我们觉得好受一些？书里有一个观点大概是这样描述的：自我欺骗并非真的良友，我们不能依靠它来寻找安慰和保护。自我欺骗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方说谎的这个事实，因此我们越是假装他可以，我们的心其实伤的就越深。这段描写让我想到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自我欺骗就像是情感上的一种止痛药，药效在的时候你确实感觉会好一点，但药效过了呢，
疼痛还在，而且可能因为延误治疗而变得更加的严重。但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止痛药治不了根本问题，却还是依赖它呢？我觉得可能是止痛药，它能缓解痛苦，是因为面对真相你是需要勇气的，而勇气不是随时都有的，特别是当这个真相涉及到你很在意的关系的时候。当然还有一个层面可能更加复杂，就是我们的自我认知往往和我们的关系交织在了一起。比如说，我是一个善于识人的人，我的朋友都很真诚，我值得被真诚对待。那如果承认了关系中有谎言的话，可能也在质疑这些关于以上我对自己的认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自我欺骗有时候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自我形象。但这种保护是真的保护吗？还是一种更隐蔽的伤害？我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我在想，也许真正的保护是允许自己看见真相，然后基于真相做出选择，哪怕这个过程会很痛苦，因为至少这样的痛苦是清醒的，而不是迷糊的。今天聊的这些，说实话，我自己也还在消化。关于自我欺骗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它既不是完全没用的，它也不是完全的有害的。在某些时候，它可能确实帮我们度过了一些艰难的时期，但关键是我们不能永远的停留在这种状态里。我们需要去学会区分，什么时候的自我欺骗是暂时的缓解、缓冲。什么时候的自我欺骗是长期的逃避？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转，就是如果我们停止了自我欺骗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变得很冷漠、很多疑呢？我们还能保持对人的信任和善意吗？我觉得也许答案不是非黑即白的，也许真正的智慧是既能看见人性的复杂，又不失去对美好关系的渴望和追求。下次我们继续这本书的第6章。这第6章呢，讲的是谎言对你的影响。我很好奇书里是怎么分析这个话题的，也很好奇读完之后我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想法。如果你也在读这本书，或者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感受的话，欢迎来和我聊聊，我们可以一起思考这些有些复杂但又很重要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。